大家知道宗教是如何产生的吗？现如今，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宗教，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犹太教。当我们听到宗教这个词时，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：宗教真令人讨厌，人就像被洗脑了一样。但是，从全球比例的统计数据来看，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更为普遍。当你看完这个视频最后，肯定会这样想：对不起，宗教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物。原来我以前的理解是错的。那么，宗教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？说起宗教，大家会联想到墓地和神话。然而从根本上说，相信神的存在是人们内心的一种信仰。因此，追溯宗教起源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。即便在宗教学这门学科当中，宗教的起源也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难题。人类学者认为，对自然物中存在的灵魂和力量的崇拜是宗教的最原始形态。然而，有的人却提出了这样的质疑：尽管类似自然崇拜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于未开发的地区，但观察目前的尚未开发地区的人们，宗教起源可能并不是这样吧。因此，迄今为止，主流的看法是宗教起源无法追溯。然而，最近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起源。这些研究借鉴了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进化论等领域的一些观点。今天，我们将以这些研究作为参考，探讨一下宗教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话题。关于宗教诞生的原因，目前主流观点分为两大类。首先是适应性说，认为宗教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有益，为了人类的生存而传播开来。当时的人们这样认为：只有神能拯救我们，神的敌人就是我们大家的敌人。适应性说认为，通过相信宗教，大型群体能够团结起来，从而在与其他没有宗教的群体的竞争中取得优势，或者维持群体内的纪律。这样一来，相信宗教的群体就变得更强大，从而生存延续了下来。另一种是宗教是副产物的说法，这里认为宗教本身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，但它是随着其他好处一起出现的。比如，电灯泡发光是适应性，而电灯泡产生热量是属于副产物。副产物的说法认为，宗教是由于人类错误的认知能力而产生的。例如，当一个人走在森林中，看到视野中有什么在动的时候，他会立即判断出是否有其他人或者动物在那，还是只是风吹动了树叶产生的摇动。这种能力被认为是为了在未知环境中发现敌人等而进化出来的。基于这种能力，当时的人会这样想：那个地方应该没有人，但是好像看到有人一样，这肯定是神在捉弄我。当这种认知能力过于敏感时，即使没有任何东西，人们也会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，因此他们就将感觉到的这种东西称之为神。此外，还有其他一些情况，比如看到像人脸的图案，或者感觉普通的物体好像拥有人类的意识。通过这种认知能力，他们在非生物体上感觉到了灵魂或神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副产物，导致了宗教的诞生。这两种观点都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。宗教作为认知能力的副产物所产生，通过这一副产物，可以实现对群体的控制。这样一来，相信宗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优势，并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大宗教。近年来，心理学家阿拉·诺伦赞扬提出了一种备受关注的假设，即大神假说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公元前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，人类群体突然迅速形成，从而产生了农耕革命。然而，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：为什么人类群体会突然迅速形成？农耕革命的产生已经得到了解释，但至今人类社会突然形成大规模群体的原因仍旧是个谜。大神假说认为宗教与此有关。通常情况下，当群体变得庞大时，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会减弱，无法进行有效控制，因此群体中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人。反正有这么多人，偷一下懒也没关系。当然，管理10个人和管理1万人的难度完全不同，所以就会出现一些人认为即使被指派了工作，但偷点懒也不会被察觉到。于是，古代的某个统治者告诉奴隶们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是被大神从空中监视着的。于是大家开始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大神，
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会被大神看到并遭到惩罚，这使得他们不再敢偷懒，即便是不熟悉的人之间也能建立起信任关系，从而使群体变得更加庞大。实际上，在现代社会中，这样的案例也经常发生。比如，小的时候如果剩饭的话，父母有没有对你说过这样相同的话？要是剩饭的话，浪费妖怪就会出现了。这正是在让孩子相信有浪费妖怪这个大神的存在，即使在父母不在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对浪费食物这一行为感到害怕。这种意识在孩子长大后依然存在，从而使得人们会觉得浪费食物是一种不好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通过创造大神，即便没有管理者，也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。因此，相信大神的群体能够拥有共同的意识，从而在竞争中胜出，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大宗教。这就是大神假说所提出的情景。在这个假说中，宗教被视为副产物，通过集团人数的增加逐渐进行适应性传播。然而听到这一点时，你可能会有下面的想法：这就是关于一神教的故事，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宗教吧。虽说我们还需要验证这种假说到底适用于哪些范围，但这并不仅限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等一神教。即便回顾像佛教这样的多神教，信仰中也存在着谎言。例如，如果撒谎会被阎罗王割掉舌头这种说法，这个信仰将阎罗王视为大神，并使人们相信存在着不属于人类的巨大存在，正在时刻监视着人们。那么，根据副产物说，宗教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缺乏认知能力。我们可能会这样想：缺乏认知能力这样的事情不仅在人类身上发生，肯定在其他动物身上也会发生，对吧？那么动物也会相信什么？关于这一点，曾经有一项使用鸽子的经典实验，有人在空地上安装了一个按下按钮就会随机出现食物的装置。鸽子为了得到食物而进行了很多次错误的尝试，最终它学会了按下按钮。然而在鸽子按下按钮之前，它开始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，这是因为在做特定的动作时，碰巧食物出现了，所以鸽子误认为这些动作是引起食物出现的原因。鸽子这样想：不知道为什么，要是做这个动作的话，就会出现食物。大家不要停，跟我一起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尽管食物只是偶然出现，但鸽子将特定的动作与食物出现的事实联系起来，感觉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，并开始重复相同的动作以获取食物。实际上，虽然这是动物的行为，但宗教的起源也被认为是类似的。例如，在远古时期，有一种叫做祈雨仪式的活动，这也是一种对信仰的表达。祈雨仪式产生的原因是这样的：嘿，我跳这个舞的时候就下雨了，再不下雨的话，都要渴死了。我们大家一起跳起来吧。后来，由于大家跳了特定的舞蹈之后突然下雨了，人们开始觉得这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，于是在祈求上天下雨的时候，就会跳起那支舞蹈。这个习俗一直被传承下来，就形成了祈雨仪式。祭典、拜神、求佛祖保佑等行为也起源于古代。人们认为，如果做了某些事情，好运或者不幸就会降临。这样的想法让人们产生了对神灵的信仰。当然，鸽子并不像人类一样相信神灵。由于动物的智力较低，它们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尚不清楚。然而，人类有判断事物是否合理的能力。正因为如此，有的人这样认为：不知道为什么，做这件事情总是会成功，虽然完全不知道原因。大概是神也喜欢这个吧。人类具有想象他人感受的能力，所以当我们采取这种行为时，我们会设想神会因此而感到高兴。设想神的感受，宗教中存在各种规定，例如伊斯兰教禁止食用猪肉和饮酒，基督教也有许多不同的规定。这些规定虽然不知道是否合理，但人们认为神会因此而高兴而接受它并传承下来。这次我们讨论了宗教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话题。宗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，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理解。从认知能力的角度看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感知并感受不存在的事物，这是一种认知偏见。从群体的角度看，管理群体时有一个神可能会更加方便，所以宗教的起源可能有多种解释。因此，要得出宗教起源的结论可能有些困难。然而，对于古代诞生的神的概念，
即使在科学进步的今天，仍有许多人相信，让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